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现了一种风气，然后这种风气还在不断的传播，不断的去为我们洗脑。这个风气就是不结婚不生小孩。最近我撞到了以前读大学的一个朋友，就是以前我在创业嘛，我不太理学校的事，我们也没有什么交流，所以他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然后我就问他，你跟男朋友读书到现在是不是快要结婚了？其实我对别人要不要结婚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礼貌性的随口一问。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大轮现代婚姻的价值观。他说他不要结婚了，结婚又要花钱，而且他也不打算要小朋友了，然后也建议我不要在这个时代生小孩了，说这个时代我们是无法养得起一个小孩的，把他生下来也只是让他跟着我们去吃苦罢了。然后他还觉得自己是站在了这个时代的尖端，是比较开放的思维。然后他还说生小孩的思想很传统，是被一个框架所框住了。其实我是很尊重不婚不小孩的想法的，就是有些人比较享受自由，这点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告诉我是因为你的无能而不要一个小孩，你还把这件事说成是你为小孩着想，那我其实觉得蛮恶心的。就是这种人已经放弃竞争了，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所以就甘愿被这个世界淘汰了，就是接受自己的基因灭亡了。其实你无能也就算了，你还把这种负能量的思想与不婚主义扯上关系，然后还在不断传播出去，你这不是害人吗？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小朋友的，然后也很想拥有自己的小朋友，但是就是接受到这样的信息，然后就觉得自己养活不了了，然后就决定放弃了。到自己40多岁的时候，看着人家一家几口幸福的玩耍，自己又后悔起来了。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对，这个社会生活很难，竞争很激烈，为什么你不去当一个淘汰别人的人呢？而要去接受这种负能量，甘愿自己被淘汰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学没什么朋友的原因，因为我的朋友圈子都是比我大的人，我很早就认识到结交富人的重要性。最起码在我的圈子里面，每个人都是在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如何去培养自己的小孩，去接管自己的企业王国。那今天我就要说一下企业家、富人是怎么看待婚姻和生小孩这件事的。我希望能够透过这部影片，把一些负能量的弱者思维纠正过来。就是我很怕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后都没有人类了，人类的基因都因为这种思想而毁灭了。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首先，有些觉得自己学过一点财商理论，然后还没什么钱的人，就会冲出来说，小孩是一种负债啊，就是我们要养活他们，然后每天都要在我们钱包里面拿钱。如果真的要这么现实的去讨论这个话题的话，那只能说也是因为你无能，你才会觉得小孩是一种负债。就比如说一间房子，你自住的话就是负债嘛，因为你要交管理费、房贷什么的。但如果你租出去，然后获得的租金收入大于你的这些支出，这个就是你的资产嘛，因为它为你带来现金流，对不对？好，那大家记着，一件事物是没有资产和负债之分的，就好像一件武器，你可以拿去杀人，但你也可以拿去救人啊。所以你怎么定义一件事物，取决于你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思想是决定我们贫富最关键的东西。你没领悟到这句话，只是你的水平和格局很低罢了。很多人觉得自己一辈子最大的资产是他们的房产，其实不然。如果你的思维是一个富人的思维，你会觉得孩子才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为什么在富人的眼中，小孩是一种资产而不是负债呢？其实就跟创业一样，一开始肯定是一种负债啊。如果你理解成投资，一开始肯定要你不断的投放资金嘛，但是这个投资是可以有回报的，就看你投资多少而已。就是穷人啊，他们生完一个小孩，然后就上班去了，把小孩交给自己的爸妈去养活。的确，老人家退休的时间比较多嘛，但你有没有想过，大部分的老人他们之所以退休，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竞争力了。我不是歧视老人啊，大家不要误会，只是说
如果你把你的小孩交给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人去教导，你的小孩能有竞争力吗？很大部分的老人家已经跟时代脱钩了，他们不会英文，不会上网，甚至在他们的年代就是在工厂上班的年代。我不是否定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努力，我在现实当中是非常尊敬前辈的，但这里我说的是社会的大情况，就是大家一定要认清楚一个现实，就是说小朋友的教育是决定他们日后究竟是成为资产还是成为负债的关键。就是在电视剧里面啊，我们都会被洗脑了，以为有钱人都是生完了孩子，然后天天忙公司的事，然后小孩就完全交给别人去教去管，然后他们的子女都没有童年。真的是这样的吗？至少在我身边的企业家朋友，他们花时间最多的地方并不是他们的事业，而是他们的子女。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去判断一个企业家到底是否成功，并不是看他到底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他的企业能不能延续，能不能有接班人。因为就算你赚钱赚到了世界第一了，然后当你去世的时候，你公司就交给外人打理，然后就被别人给灭了。一家真正厉害的企业，我们的定义是看它能不能做成100年企业，屹立不倒的才是真正的牛。你看古代秦始皇很牛，对不对？统一了6国，统一了货币，但他真的很牛吗？从一个角度来看，他其实蛮可怜的，就是自己明明有一个很有才的长子扶苏，这人被历史的评价为素有贤名，对于治国安定天下颇有远见。但是秦始皇的江山并没有传到这个长子的手里，这遗嘱本来也是给扶苏的，但当年的赵高，就是指鹿为马这成语的主角，就是那个当红的太监，跟李斯密谋篡改了秦始皇的遗嘱，把皇位传给了公子胡亥。不但如此，他们在遗嘱里面还要赐死扶苏。这种遗嘱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陷害的，对不对？那时候的大将军蒙恬也力劝扶苏不要轻生啊。皇帝殿下在外地位立太子，派微臣率领30万大军防守边疆，又派您监军，此天下之重任啊。现在随便一个使者来就让您自杀，如何知道其不是有诈？这位蒙恬认为应该要上书请示一下先。但这扶苏啊就说父亲要赐死孩儿，有何好请示？然后就马上在军中自杀了。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故事是很合理的？因为以前的人是愚孝吗？不完全是，而是因为这秦始皇啊，从小就很少给予这个儿子父爱，就是可能虽然是爱他的，就很少跟扶苏接触，然后还派他去守边境。扶苏就认为自己的父亲不爱他了，其实秦始皇是把重任给他，所以之后秦始皇的遗嘱被改了，然后扶苏就认为真的是父亲要赐死他了，他想都不想就自杀了。所以如果用财商的话来形容他2个儿子，不管是胡亥还是扶苏都是负债。就是胡亥没有什么能力，然后这扶苏心里就有疾病，导致了秦国被赵高给害了。所以大家要意识到一个逻辑，没钱养活一个小孩，这只是你的无能，并不是说小孩就是一种负债。为什么在真正的富人眼里什么都是资产，包括我们的小孩，我们都能够把它变成资产，就是因为我们的富人思想，我们的创业文化可以感染到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比如我们开公司，你觉得最重要的是把一个项目搞起来吗？不，核心的关键就是你的这个项目有没有你的文化，有没有你的思想，有没有你的灵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这个格局啊？就是说你的小孩，他们思想的形成就是被你洗脑洗出来的，他是不是一件资产取决于你，而不是孩子的本身，孩子只是一张白纸罢了。然后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现在不是有什么星二代什么童星吗？然后很年轻就赚了很多钱，那很多人就会批判这些小孩，说他们这么早就出来赚钱了，这种风气我就不评论了，我只评论那些评论人家的人。你的收入多少啊？人家一个小孩赚的钱比你整个家族加起来还要多，然后你去评论人家，你知道你这些负面的评论才是对人家小孩影响最大吗？人家是影视之家，他们的儿女受父母的影响，升起一个明星梦，有问题吗？如果真的要现实的去讨论，难道就因为你的儿女是负债，人家的儿女是资产，然后你就心里不平衡了？所以以我为例，
我做 YouTube 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希望我可以建立一个网络事业，就是我会慢慢的放下我公司的一些业务，慢慢的让自己退休下来，然后又轻轻松松的玩一下 YouTube， 和大家思想交流一下，然后就全身心的把我的思想记录到 YouTube 这个平台，让我以后的子女去看，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自媒体创业肯定是将来的大趋势，就以前我父母的年代就是开工厂嘛，后来就是电商，那现在的未来就是自媒体了。所以现在我看见有人进入电商市场，我就笑了，就是我都已经慢慢的转型了，然后他们还进去这个行业，就是将来如果不想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如果真的想要轻轻松松的有自己的生活，那肯定是自媒体创业啊。那我现在做的就是 YouTube 创业，而不是单纯的当 YouTuber 这么简单。就是很多企业家会说，现在谁拥有了流量就拥有了财富，对不对？其实我不认同的，有流量的并不一定有财富。如果你不懂做生意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品牌的本质，你也不会有财富。那这方面我就扯远了，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多了解怎么打造一个自动赚钱的机器，或者我创业的概念，我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一个完全是免费的培训，大家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去报名，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位置，就是之后满了可能要收费，就看缘分吧。好了，听到这里，很多人又会反驳说，我连一开始养活小孩的能力都没有，不要说教育一个孩子了，那你不懂去改变吗？我常说4个字，穷则思变。你穷，你遇到的困难不是说你墨守成规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你站在原地然后去接受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有些人偷换概念啊，说什么活在当下，就是你穷然后就去接受这个穷。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这种思维，这个社会是不会进步的。你去看那个股市的指数就不会是长期上涨的。就是这种人啊，就特别害怕竞争，然后就觉得竞争非常的残酷，这种是弱者的思维。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那 OK， 你甘愿接受，那请你不要传播这种负能量的思维。我们生意人就必须要深刻的认识到一个观念，这有助于我们赚更多的钱，把企业经营得更好的概念。比如有些人认为战争是丑恶的行为，看到战争死亡的人数就会觉得很残忍。的确，但你是不是也要反省一下，我们人类每天杀的生物比战争死亡的人数不知道多出多少倍？可能有的人会说，这些出生是没有思想的低等生物，死不足惜。那么等到有一天比我们人类智慧高10000倍的外星人来到地球的时候，外星人看到我们就好像我们看到老鼠一样，并决定要把我们变成他们的家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当初的立场，就是死不足惜。大自然也会推动一些东西的进化，来看人类的迅速繁衍，比如各种不同的新病毒或者不能治疗的疾病，就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我不想得罪人，但也不得不说，其实有些吃素的人也别以为自己不杀生。的确，你的善念我也非常的认同，我也是佛学的追随者，但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真正的心善也要知道，在这个时代自己的素食是怎么来的。就吃素不能是一种形式，你要搞清楚你吃的那碗饭还有蔬菜是不是用了很多农药，杀死了很多虫子你才吃到的，并且你吃到的其他生物就吃不到了，它们就少了一口粮食，就得饿死。所以如果要吃素，就要看清楚是不是有机的。不过这就扯远了，我想说的是，这自然的规律是什么？我们商人必须要深刻地认识到，残忍就是残忍，不会因为我们有文化了就不残忍了，只不过残忍的隐蔽一些。大自然的进化和平衡规律就是弱肉强食，竞争的本质就是一物活一物死，没有共同存在的可能。大家看看企业的兼并战有多么的激烈，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这种残忍的定律也是源于我们的基因，就算刚出生的婴儿也是弱肉强食才诞生下来的，因为他们需要击败众多的竞争者，上亿的兄弟姐妹要壮烈的牺牲，才会有一个小孩生下来。假如你去很多动物园看活鸡喂老虎和狮子的表演，你就可以体会一下老虎欺吞天下的强者霸气与血腥残忍的场面，然后临走的时候回头凝视一下老虎，与他惺惺相惜，
与他是英雄重英雄的喃喃自语。这就是强者的天下，也就是大自然的游戏规则，成王败寇，弱者不应该有任何的怨言。因为老虎和狮子贵为百兽之王，也被我们人类征服，成为了盘中餐或者玩物。我知道很多伟大的企业家，苹果的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都不约而同地说过，我不喜欢输的感觉，我喜欢竞争，我喜欢在竞争中获得胜利。这句话口气似乎狂妄自大，但流露出狮子老虎的霸气，道出了每一个强者的心态。我敢肯定地说，一个强者必须要有强者的心态，必须要理解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强大自己，因为输了、落后了，轻则挨打，重则死亡。做企业、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的资讯，我们每天都被很多的资讯洗脑，这是无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选择自己被什么资讯洗脑，像那种因为自己没本事，然后就说不生小孩的思想，就是弱者的思想。如果大家选择被这种思想洗脑，你就会成为一个弱者，你的基因就会被毁灭，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淘汰。人类存在的意义，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繁殖。而富爸爸告诉我们，要做到以上的这2点，你就要成为企业家，不然就是投资者。只有这2条路，当你做到了以后，你再选择要不要孩子，这是你的自由。就是有的人不喜欢孩子，或者很喜欢自由，这个我特别的理解。但如果是因为你的无能，你竞争不过他人，然后你还传播你无能的负能量，那这个我就不能理解了。我知道我以上的言论可能会被黑，那其实很多兄弟姐妹一直支持我、追随我，就是因为我讲的都是本质上的东西，我特别怕得罪人。但有些话我不说，我就会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负能量在这个社会传播。其实我蛮委屈的，就是如果大家想长期接触一些正能量，如果你相信读书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改变你的格局、收入、品味，大家一定要走进我们的财富自由品书会。大家加入以后，就可以以听书的形式，每周2天去听100本可以提升理财商的书籍。然后我本人也会不定期的更新一些培训，就是我想到什么对大家吸引财富有用的，我就会说什么。最近的不定期培训我也在制作中了，然后推出以后就会涨价。另外最重要的，大家进来以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Facebook 富人群组。我不但会带着大家去做一个零成本的创业项目，大家还可以在 Facebook 群里面互相交流赚钱的资讯和资源，就是一个商圈的概念。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一起抱团，有创意，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有困难而身边没有人懂你，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给到你很多的建议，而且是专业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来自五湖四海，卧虎藏龙，而且大家进来以后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提升自己的思维，尽快的达到财富自由。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加入吧。那很多兄弟姐妹都希望听到一些富人的恋爱观。OK， 我说一下，其实关于男女关系、朋友关系有一个筹码理论，很多人都觉得很现实。其实现实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形容一个理性的人为现实，就是现实也分2种，一种叫理性，一种叫势利。势利才是负面的，势利的人通常是穷人，穷人之所以势利，就是因为他们自卑，对金钱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才会投靠金钱，成为金钱的奴隶。那这种人只认钱，并不为什么筹码理论。但理性而现实的人通常都是富人，或者拥有富人思想的人，他们的潜意识都会知道一个理论，就是货币的筹码理论。其实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用筹码理论来解释。实际上世间的一切皆是你买得起，或者是你买不起，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走捷径。比如说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她找对象要1.75米的，有一些要1.8米的，你没有1.8米，她就不跟你在一起。所以这个人的身高就是一种筹码，也是一种购买力。那有的女性要求男人要在大城市有3套房子，你没有，他不跟你，那么房子也是一种购买力。这并没有对错之分，这是大家的择偶要求嘛。每一个人对于安全感的定义也不一样，对吧？这是每个人的要求，每个人对恋爱的对象都有一个最初的设想，并非一片空白的，是有条件的。很多人听不清楚什么叫购买力，
购买力不只是钱、房子、车子，还包括你的身材、身高、你的内涵、气质、品味等等，这些都是你购买力的组成部分。你的条件和对方的条件就叫做筹码，你拥有的条件就是你的货币，就叫做购买力。比如在情商上面，女人一般都比男人高，因为女人的恋爱次数比男人多得多，一般都是这样的。男人当然也可以有很多的恋爱次数，那就说明你的货币多，筹码足，购买力比较强，你选择范围也就比较大。很多人只看到一部手机卖几千块美金，衣服卖几百块美金，一本书卖几十块美金，它不等的婚恋市场中的男女也是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古人说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现在看来很传统很落后，但古人的智慧难道只是随便说的吗？我认同爱情是可以超越一切条件的，但并不是说这个就可以被后人演化成不努力等着娶一个白富美或者嫁给一个高富帅的理由。你不能有这种心态，人必须要靠自己。就算你现在嫁入豪门了，然后你不工作，你没钱的时候，你就问你的丈夫拿钱，这是幸福吗？你自己去思考一下，你有多少筹码，你有多少购买力？没有，你就配不上高筹码的人。你必须提高你的购买力，把你的购买力攒够了，那么你自然就配得上了。所以本质上，作为一个男人，我们肯定是努力学习，努力做事业。那还有很多兄弟不愿意听这个理论，比如有的人来到我的频道，他说学了都没有用，他说他不是来创业的，他不是来赚钱的。这些人他可能生活成本比较低，一点薪水就能养活自己了，或者管父母要，他好养活嘛，所以他就会说出这种话。他不是来学赚钱的 ，OK， 这是你的选择，对不对？这社会上成功的人总是少数，大部分都是失败者，而且他们会终身失败。就算这些失败者听到了成功的理论，他们依然会失败。一个是他们没有自控能力去做这件事，一个是他们不能够坚持。不要说一个成功的人需要坚持2-3年、3-5年才有所提升，一般的人他3个月都坚持不了。而大多数的人他3天也坚持不了。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成功者，就要成为一个有耐心的人，能坚持的人，然后去学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比如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要去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什么黑道的台词啊，就是你做了坏事，你迟早会倒霉的啊。比如说你每天晚上熬夜，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不好了。你天天熬夜啊，你的身体就不好了，你的脑力不够用了，反应速度慢了，赚钱赚得少了，这个就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所以说你这个人喜欢打游戏，你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你不再应该继续打游戏了，因为社会竞争很激烈。我自己以前也玩了很长时间的游戏，我表示深深的后悔。因为从游戏当中，你真的不能够获得财富，你不能够获得社会的地位。你能够想象一下吗？你这个人，你家里有没有家庭背景？你父母是不是特别成功？你的兄弟姐妹是不是特别厉害？你有没有亲戚是特别厉害的？如果你的这些关系都不够牛，同时你自己又是一个无能的人，要收入没收入，要地位没地位，然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很低，你租的房子非常的差，然后你还在打游戏，然后呢，你说我不打算生小孩了，你说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小孩，而是因为没钱，然后就继续打游戏、看电视剧，一出薪水就去买名牌，然后每年还去几次的旅行，然后你认识到一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答应要跟你走一辈子。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女孩愿意跟你吗？其实是因为你把她给骗了。她可能喜欢你的心底好，人又善良，但就因为你放弃了竞争，你就是在骗那个女孩。这是一种骗术，她只是被你其他的筹码给骗了，你的底牌还没有亮，她就被你给骗走了。那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这种情圣，就是有很多人一生没有什么成就，就是他没有那种最核心的筹码，但他有很多不同的筹码，所以他能够追到很多喜欢的女生。这种人其实就是一个骗子。那现在也有很多的男孩子连其他的筹码都没有，连做一个骗子的资格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人希望逆袭，就像我们读兵书一样，很多人都希望以少胜多，那么这个是错误的，这是愚蠢的思想。就像一个人去打架，你同时和3个跟你个子差不多的人打架，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跑，不要想着以小胜多，不要想着逆袭。聪明的人，他只是按照他知道的办事，他知道鸡蛋是砸不碎石头的，这就是聪明的人。所以聪明的人，他就是务实自己的根基啊。那当然，很多的高富帅有很多的筹码，但他们都选择了单身，那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记着，这些人是可以有选择的。而如果你选择放弃竞争，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希望大家认清楚事物的本质啊！我说的话可能会冲击到大家的价值观，但你应该感受到我是不是真心的为你好，忠言逆耳。我可以选择不说，但我最后还是选择说了。不管你喜不喜欢，你自己可以有意识的去判断。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